中国在 AI 有4个优势：能源、资料中心、建设成本、人才资源跟开源策略。中美之间在能源的这个比较中国一定会越来越占优势，而且是干净能源。资料中心的建设成本，中国大陆在这边整个制造业基础建设，然后呢，人才资源，黄仁勋自己讲了，50%的 AI 人员研究人员都是华裔。新疆现在最新推出的，我们等一下会来看到这个算力黄金已经碾压美国了。中国大陆大家在看它有一个 AI 版本的一带一路，是否在这个时候横扫全球？它的设备是否还能够出口到其他国家去呢？另外，封杀这个辉达已经推动了，正式的让中国大陆的晶片大爆发。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都会一起的来做关心。这一场 AI 中美之间的战争的胜负，已经不是晶片跟技术原本的那些老路了。现在可能涉及到整体的，包括从能源算力到国家的战略。新疆刚刚提到的，现在正在经历的是一场地壳级的翻转。我们要来看到的是，这个原本是戈壁的油城呢，现在华丽转身已经变成世界级的算力帝国了。它有哪一些优势？赶快来看到，就是它的电价。先来看，其实呢，跟这个中国大陆的东部沿海做相比，只有它的1/3。如果你要训练 AI 的话，你直接节省了将近达到70%的电力的电费。好，再来看呢，确实新疆这边气候比较干冷，所以也适合这些大数据中心来做运行。所以包括了多家的科技大厂，华为、阿里跟腾讯都已经进驻在当地了。现在在 AI 的资料中心也达到了39个，而且它这边的地理位置非常的好，直通中亚5国、俄罗斯，还有中欧班列这边可以直接到欧洲国家去，能源、商品、技术都很容易输出。现在黄仁勋他就非常紧张了，他也承认未来限制 AI 的发展已经不再是我们想的晶片了啦，是电力。所以，我们今天要特别来讨论的就是电力，尤其在新疆这个地区，能够成为中国大陆超级算力的心脏吗？接下来中美 AI 的胜负真的吗？会如黄仁勋他刚刚讲的，不再是晶片，而是能源，而是算力吗？厉将军怎么看？我觉得中国这个 AI 一定是电力是非常重要的那黄仁勋讲这一话这个抑制 AI 未来发展不是晶片而是电力，为什么呢？因为 AI 确实用的电是很凶，但是很关键一件事情 ，AI 要用的电因应未来世界的需求，全世界的共同的认识，要用的电是绿能的电，而不能是用这个有对这个地球有污染的所谓燃煤或者是这个烧天然气的这种电，是要用绿电为主。所以我们看到中国大陆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一直不停的在发展所谓的绿电，包括我们讲一句话嘛，大陆有推一句话叫做这个东算西电。什么叫东算西电？现在来讲，发展 AI 的几个大型的公司包括 DeepSeek 等等这些，他们位置都在哪里？譬如说 DeepSeek 它的总部是在杭州上海，然后计算中心广州或者是这个香港深圳这几个地方，大部分在中国的东边为主。可是它电从哪里来？电从西边过来。西边来讲，我们看到包括清洁的能源，不是清洁能源，我讲的是绿能绿能包括什么？就是太阳能在新疆很多的太阳能发电厂，还有很多风力的发电厂，甚至于在西藏那边，我们看到它即将要新盖全世界最大的一个水力发电厂，还有长江三峡像这些电力来讲，都可以供应未来的 AI 晶片所计算所需要所用，而且它的伺服器可以设置在这些地方。好，那我们讲说美国呢？美国有没有电？它当然有电，怎么会没有电？那美国用的电，由于川普他一直强调，他还是要用石油来发电，用天然气来发电，因为他认为说这个东西对我美国来讲经济发展很重要，所以他说是绿电都是在骗人的。对。但是他们美国现在来讲，会用一种取巧的名词了它因为需要大量的电力，大概很多大型的这种 AI 中心来讲，公司来讲，他们用的是核电，他们自己在盖核电，可是他不敢讲核电是绿电，他讲的是什么？是说清洁能源那确实是清洁能源啦对，但是你未来如果说一个国家要长期发展来讲，要长期发展 AI 的这种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绿电是避免不了，绿电是最安全也对环保，也对节能的。所以我认为说是黄仁勋讲的没错这个东算西电是中国现在正在规划做一个全班大局的规划。
好，东算西电，这个是未来中国大陆在发展 AI 很重要的一个制胜关键。不是只是黄仁勋说，我们来看到几位大咖也是这样说。包括了黄崇信，他说什么呢？他是阿里巴巴的黄崇信，他列出了大陆的4项优势，他也是有跟黄仁勋一样，都有提到能源。那他也讲到了大陆的优势，还有资料中心的建设成本、人才跟开源。那黄仁勋除了刚刚我说到特别提到的能源之外，他也强调了大陆的优势，还有晶片、基础设施、AI 模型跟它的应用。2位大佬针对大陆的优势，杨老师如何解读？可不可以说大陆已经掌握了这场 AI 的主导权？我觉得黄仁勋讲的5层蛋糕哈，看他讲的是能源、晶片，然后基础建设、AI 模型和相关的应用，以及就是这5个，就这5个 AI 模型，看它应用的层面就很广了哈。软体的应用以及各个产业的商业的应用，那在这里面到底美国，我们现在美国现在目前占着哪些优势呢？晶片、AI 模型，晶片也许现在我觉得其实还是6成到7成的领先，但因为晶片，你看像华为自己的升腾的910C。以及它现在用的就是 HBM 的技术，我们在这个节目都讨论过。那蔡委员都提过很深刻的这个分析。那其实也不能说很快的要后来居上，但是供应相关的这些使用啊，其实有足够的空间了。那在 AI 模型这个层面呢，我们就看到美国在发展很多这种大模型，可是呢，它都是比较是就不是开源的。那中国大陆现在从 DeepSeek 到千问到各个层面，它采取都是开源式。那你开源式的跟这种闭锁型的就有很大的一个差别，也就是说，开源型的它可以在量身打造未来，就是说经过第2层、第3层有一些特殊的产业，它可能可以适合它自己的，不需要花那么多的这个成本。越到后面反而成本越降。那因此，中国大陆呢，正如蔡崇信阿里巴巴曾经做过董事长的，他就说过，中国在 AI 有4个优势：能源、资料中心。建设成本、人才资源跟开源策略。能源这个刚才列将军就讲得很清楚了，中美之间在能源的这个比较中国一定会越来越占优势，而且是干净能源。资料中心的建设成本，那这个大概已经跟基本的基础建设也是中国大陆在这边整个制造业基础建设。然后呢，人才资源，那当然，黄仁勋自己讲了，5成的 AI 人员。研究人员都是华裔，那当然人才资源，而且在中国大陆，它所需要的这些成本更为低，开源策略。所以现在因此有个新的概念叫做 AI 成本。这个 AI 成本的概念，如果你拿中美来做这个 AI 争霸这个比较那因为真的现在还是初阶段，大家就比这个晶片呐，然后比这个刚开始谁投的金钱比较多，所以媒体上给予大家的感觉就是哇。多少人？孙正义投了多少钱？然后呢，黄仁勋又投了多少钱？这个 OpenAI 募资多少？就觉得说好像他已经跑得好前面了。结果呢，发现呢，他只在做晶片。那可是呢，整个这个5层蛋糕，发现到他那个蛋糕根还没有做起来，而中国大陆已经一层一层的开始在这个建构了。所以我觉得 AI 成本呢，对于将来整个 AI 的争霸会有关键性的影响。中国大陆的精品有黑科技的突破，今天要来关心到的是大陆最新宣布的这一款叫做3D 混合的建黑科技，那么竟然声称能让14奈米晶片效能媲美这个辉达的4奈米 GPU， 怎么回事？我们赶快来看到是中国大陆的半导体产业协会的副理事长，他这样说：14奈米的制程，再搭配上18奈米低润记忆体的人工智慧晶片，我们采用的技术是3D 混合键合技术，就能够实现这个有一点复杂，等一下请委员来帮我们解释哦。这个铜对铜超高密度连接，效能媲美辉达的4奈米的 GPU， 真的能做到吗？是用什么样子的原理？那他这边有特别提到是靠着记忆体贴在一起跑，就可以让延迟大幅下降，速度飙升。委员怎么看？对，这其实是封装技术的一种大幅度的提升哦。就是大家现在看到的那个晶圆的产业，其实它是一条产业链嘛哦。你说台积电它把晶圆做出来了之后，不是这样就拿去用了，不是这样就能够拿去做组装了。它要送到封测厂去测试，然后去封装，
这就叫做所谓的封装。什么叫封装？就是因为你一个电子元件你里头包含了非常多的晶片，那不同的功能你就有放不同的晶片在里头，可是你把晶片堆叠在一起的关键问题来了，你晶片堆叠的时候你要怎么堆叠？你要怎么样的堆叠才能够让效能提到最高？那过去在堆叠的过程当中，它中间是有一个要键合的时候，它会用，比如用那个锡来做焊接的这个动作。所以呢，在过去的这个堆叠的过程里头呢，它往往如果堆叠的不够紧密，那么你中间就会产生在能量传递过程当中的消耗，然后你中间在这个速度上也会受到延迟。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所谓的这个 hybrid bonding 就是我们现在在讲的叫混合链合就混合链合这个混合键合这个工作，它其实做的就是什么呢？它可以跟你精密的做到，我晶片跟晶片在对接的时候呢，我同对同，然后呢，我非传导的地方对非传导的地方，所以呢，我在传递的过程当中，我晶片跟晶片之间的这个空隙可以压到最小。那我压到最小的时候呢，我传递的耗能就会降低，然后我的速度就会变快。是，所以现在我们看到中国大陆讲的这个所谓的黑科技，就是现在在封装的测试的行业里头，大家都在做的，就叫做我刚刚讲的叫做这个 hybrid bonding 就是所谓的叫混合的这个链合或者混合的键合。那么如果中国大陆真的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么当然在封装技术上算是一个很大的突破。那他现在所提出来的说，他在很多的效能上能够大幅的提升，那这并不令人意外了。好，一方面我们刚刚看到是在晶片上面的这个黑科技突破，那另外我们也来看到是 AI 大模型上面也有突破。两个，一个是 DeepSeek 的 V3.2，那另外一个是它有一个 Special， 就是特殊款。我们先来看第一个，这个 DeepSeek 的 V3.2， 主攻的是推理跟日常任务。至于 Special 版，它就是听起来就是往这比较高性能的版本去发展。官方说了，这个性能甚至可以超过 GPT-5 跟 Gemini 3.0 Pro。那它厉害的地方是它有这个 DSA 稀疏注意力架构，简单来说就是可以大幅减轻 AI 处理长文件复杂任务所需要的运算，而且成本直接砍70%。真的能做得到吗 ？DeepSeek 能够硬碰 GPT-5跟 Gemini 3 Pro 吗？干哥怎么看？好，我跟你讲哈，他就说那个 DeepSeek 它的那个 V3.2 Special 已经参加了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还有什么？还有那个国际大学生城市设计竞赛，你知道吗？他们就说他的模型表现专家结果分析出他的表现可以从人类的学生从第1到第10名里面，这个 Special 他已经拿到第2名跟第10名这2个名次了，也就是说已经跟人脑在拼了。那其实我觉得这个贡献是非常强大的啦。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说，他就是在长文里面，他找到一个方法。为什么？就是 DSA 他用很低的成本，他先扫描索引，他扫描索引之后，你知道我们在建立模型的时候，很多比如不管是 ChatGPT 或者是 OpenAI 也好，对不对？他们会整个去看所以当然它模型会大嘛。但整个去看，然后慢慢再筛选。那你要泡一杯咖啡等它，对不对？我现在讲的是10几万字的那一种就大型的仓库里面，你要用1杯咖啡的时间等它，或者你只要2秒钟，它就可以翻译出来。现在 DeepSeek V3.2 它就做到了，它说不用，你可能只要转眼之间，它就可以帮你翻译出来。它用的方法很简单，就是把99%的废话给丢掉，但是你要怎么样知道那99%是废话？它只要那个1%，然后深度解读，那就是 DeepSeek V3.2 的 Special 版，它的功能跟实力。所以在传统模型，它处理部分的资料的时候，它花的时间是现在普遍模型所遭遇到的问题。那 DeepSeek V3.2 它到现在有这个2个版本，都慢慢的让这个开源，我就是开源，我真的是开源我的词源都是 open 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它的解算能力越来越高，而且他说真的可以跟谁，就是跟谷歌被认为是最强的 Gemini 3.0 Pro 对，这个是最强的。他说他有一天我会打败 Gemini
3.0 Pro 有没有可能？我觉得梁文峰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非常有可能。好，另外一方面是有没有可能再来就是说成本还说可以降低70%，委员怎么看？对，我简单的帮大家科普一下，因为我在研究所教的就是人工智慧哦。那么我们在人工智慧里头最常听到的就是词源。什么叫做词源？我讲一句话，我想吃苹果，这句话电脑读进去的时候，它要先把这一句话分成不同的词源。我是一个词源，想是一个词源，吃是一个词源，苹果2个字是一个词源，句号再是一个词源。当你把词源分完之后，你要做的就是把它变成向量，所以叫做文字转向量。我们现在在讲的处理词源，为什么是一个重要的关键？就是你把词源分完之后，电脑不是读这些字哦，在电脑里头，我代表的是一个向量，这个向量可能有10万个数字。但是这一组向量进去，电脑读出来就知道它这个就是我的意思。想吃苹果，它要这样读。那在它读的过程当中，对文字处理上最难的是什么？我读了，它读进了我之后，我下一个输入的是想，可是它不能忘记我啊。对，我还要在里头啊。它如果只是读了想，忘记掉了我的话，那这句他根本不理解，他最后只读到了一个苹果，不是，他最后只读到了一个句点而已啊。所以呢，要如何能够一长串的文字输入，而能够让它处理，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哦。我刚才讲说，我今天输入我想吃苹果，我用文字输入，我要经过第一个大模型，我要把它变成向量，然后第2个我要进入真正的大模型，我要开始进行处理，第3个我要吐出来的时候还是向量，我又要再经过另外一个大模型把它变成文字。所以你看看，在处理的过程当中，这就是所谓的成本了。这就是所谓我们要花的时间成本跟经费成本。为什么需要这么大的算力？原因就在这里。那 DeepSeek 很厉害的一点就是说，它如果能够把处理每100万个词源哦，各位知道100万个词源是多少吗？大概你可以把金庸的《射雕英雄传》整套丢进去，大概也就是100万个词源了。那么它处理的这个费用可以大幅的降低。那这对 DeepSeek 或者是对 DeepSeek 的用户来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福音哎，因为我们现在。各位知道，我们现在虽然你交了钱给 ChatGPT， 你交了钱给 Gemini，可是其实所有的这些运算的成本、这些处理的成本，都是这些公司在做吸收的，所以他们的负担是很重的。这就是为什么现在的 AI 公司都没有赚钱啊，因为他的钱全部都丢到算力里头去了嘛。可是如果今天我可以把算力做这样的处理，那么当然我 DeepSeek 的负担就会大幅的降低了。那 DeepSeek 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靠着演算法，这才是它厉害的地方哦。就 DeepSeek 它一直号称说，它要用软体的突破这个硬体的封锁，而 DeepSeek 真的做到了。好，我们刚刚看到的是 AI 的模型哦。那另外一方面呢 ，AI 的推理晶片，我们来看到它的供应量，未来可能会出现供不应求，也就是完全不需要用到辉达 H20晶片了。因为呢，现在数据显示，美国投行做的2025年底大陆 AI 的推理晶片供应量会是需求的4倍哦，会有供不应求的问题，一直到2030年。那这些缺口会由本土的企业、华为、寒武纪等晶片业者来补上。那么大陆的7奈米 AI 晶片的年产量到2030年，甚至预估会有爆炸级的成长，高达410万片。辉达执行长黄仁勋的噩梦真的来了吗？李博士怎么看？我看了川普推动这一个晶片，我把它叫做 Chip War， 晶片战争。那因为晶片战争，所以他在推广 Chip Marketing， 晶片的市场。那他这里特别讲到说，这是一个出口的管制，会不会失去意义？我认为啊，以美国这么大，然后科技这么进步，它不应该叫出口管制，它应该叫出口辅导。如果你把管制 control 这个改成辅导的话，这个晶片战争打不起来。黄仁勋也不会这么害怕。AI 的变局真的是变化万千，可以说版图又重新洗牌了。因为呢，中美企业都端出了重磅级的产品，语言模型变得更强大。我们首先来看到中国大陆这边，这个 app 大家手机上下载了吗？是什么？是阿里巴巴推出的千问 app。它上线才1周呢，就已经累积超过1000万的这个下载量了。那这个应用呢，跟那些你之前玩啊，可以帮你说出一些梗图啦，一些什么吉普力啦，帮你写文章等等那样 ChatGPT 的使用体验不太一样。
它可以说是阿里巴巴整个生态系的一个真正的 AI 整合入口啊。像阿里巴巴旗下大家都买过嘛，淘宝嘛，电商，还有出行导航用的这个高德地图，付钱的支付宝，然后生活美食、饿了么等等，口碑等等，现在一个 app 就可以直接帮你导入，你给它下点指令，它就可以像那个科幻情节一样，都帮你直接输入到你要买什么，你要吃什么，我直接告诉你，这样一站式的服务。那就说这个代价是呢，用户啊就要被绑定在阿里巴巴的生态系，就你必须要用阿里他们家的所有东西，其他连到外的不好意思就没有办法帮你连到外面，因为钱要留在自己家赚嘛。所以想问干哥，你觉得这个千问 App 可以说是中国大陆这个杀手级的 AI 应用吗？还是说会跟 DeepSeek 刚出来一样，哇，吓得华尔街每个人都屁滚尿流，但是最后有点雷声大雨点小的感觉？什么事情都不要看得那么早哈。虽然说这个千问出来，你知道它多吓人吗？它才1周就下载突破1000万。我先告诉你，现在是多少？是6亿次下载，它非常可怕，它已经超越了，就是我们年前才讲过 DeepSeek， 对不对？那它为什么你知道吗？他说，用户都说这个叫做生活好帮手，不是你现在看到说叫你去什么美食啊、什么饿了么、什么等等之类的，还有导航这些，他说不是这样，他会跟你谈话，真的是 AI 的智能的展现，他会跟你谈话，就是说你要解决问题，对不对？比如说找路，路找到了之后，你要怎么样找到你要去的那个点？要从什么地方进去比较快，或者是你应该要坐什么车比较快？当你在进行当中，还可以继续跟他聊，说我好像碰到困难了，你帮我解决问题。就是说，他们说这叫做能办事的个人 AI 助手，叫做实用派代表，代表他的人工智慧又进阶了，不然他不能够这么拟人化的来跟你对谈、跟你对答。所以其实它这个是超越了 ChatGPT 跟那个 Sora 等等 DeepSeek 一样，史上成长最快的 AI 系统。那千问它的原因是在它的原有的 iOS 跟那安卓的应用程式进行了更名改版之后，统一纳入了开源里面，就是 Qwen 里面，它统一纳入 Qwen 里面去开发的。那所以用户的体验就是说，他们觉得真的很火爆，是它这个东西真的很火爆。可是唯一它现在做不到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说你想这么厉害了，已经可以帮我们中途解决很多问题了，包山包海，对不对？它现在还不能解决一个问题，叫做炒股下单，这个还做不到。他说这个是有牵涉到国家法令的，我还不能够炒股下单。其实我们要的就是这个，对不对？如果他有一天他能够连这个都做到的话，那千问 APP 就横着走了。真的。不过这因为基于其实不仅仅是。就是说我们大陆那边，我们台湾这边也一样是不行的问题了，这是法令问题。他只差这个做不到而已啊，对不对？所以也有网友说，我跟你讲，千问 APP 已经达到什么程度了？它就像是在2次大战的时候，1944年的诺曼底登陆战一样，它现在只要能够攻上滩头的话，以后它就打遍天下无敌手了。不过我还是持保留态度啦。是，就算千问 APP 它现在已经是打下诺曼底，对，打下诺曼底以后，你还要打下康城，还要打下瑟堡，再打下巴黎，最后才能够回到柏林，进占柏林才能够成功。是，千问 APP 你可能会打到柏林去，但是我觉得还是有一段时间。而中途还有多少人会半路杀出程咬金出来跟你对抗？是，那就很难说了。不过我觉得阿里巴巴已经投资1000万了在这个过程之中其实有很多我的朋友也讲，他说你知道吗？现在我写论文都在用了，也在用阿里巴巴的程式也在用 ChatGPT 看谁写的比较好，还拿来比较，你知道看谁写论文谁写的比较好，真有空。他说我完全有空，为什么？都他们在帮我写，真的。学生已经在用这个软体在写他的论文了，里面总是缺乏了人性。我觉得还值得我们观察下去。说到科技的进步，这个其实我们公司这几天也非常多同事都玩起了美国公司推出的产品，就是 Google 旗下的 Gemini， 最新更新到这个第3代了，非常的厉害。升级它有多强呢？观众朋友真的要用了才知道，包含一些复杂的推理、可视理解方面的表现都是令人惊艳。看这张照片。你输入它一些这个无人扶我青云志，我自踏雪至山巅，你输入它一些指令，它可以帮你写书法，还可以帮你落款啊，而
而且是非常好。以前 ChatGPT 在输入一些文字的时候会错误，现在 Gemini 已经攻克这个问题了。好，而且并且 Google 也是家大业大，跟阿里巴巴一样嘛，整合手机、搜寻、云端整个自家生态，它应有尽有啊。所以谷歌比千问更强的是，它是开放全球；阿里巴巴再强，它主要是中国市场为主。那现在 Gemini 3出来了，格局更大，就连竞争对手 OpenAI 的执行长阿特曼用了都忍不住称赞啊，真的是好东西，太强了。所以要知道，美国这个 AI 的国家队不只有 Google。他们的7巨头 Magnificent Seven 是轮流发力，软硬体都有龙头在跑。虽然说现在中国的追赶实力很强，但是美国现在领先第2名，管你是中国、欧洲还是要大搞 AI 基建的阿拉伯，现在跟美国的差距，上次哥觉得还有多少？我想今年是这样 ，ChatGPT 5.0是在8月宣布的，当时用的时候哇也好强好强，然后之后呢，到10月的时候是谁呢？就马斯克的他的 Grok 4.1出来之后，哇好强好强，他说他比爱因斯坦的头脑还要厉害，我那用一次觉得好强。然后现在 Gemini 刚出来3.0，我跟你讲，这真的是就是我刚刚经常讲的。我呢，因为向来对这个软体AI， 我是真的，我是有我的手机有一个整个页面全部都 AI， 包括中国大陆的我是很爱用的。我自己现在都在做一个 AI agent， 我自己给我自己用的。哇，这 Gemini 真的很厉害。所以不得不说，美国还是有它的厉害。但是我们要讲，美国是讲厉害哪里？第一个，它还是大语言数据模型，它背后是几百亿，包括 Google 来讲，背后是上千亿台币以上，就是几百亿美金以上的这一些，包括辉达的晶片跟整个它的这个算力提供给你的。我们每一个人其实在问问题，因为大部分人都去问或去画图等等。我们跟这么个巨大，仿佛跟个大神我们都有小猫咪去许个愿，画了一个4个漫画图，各种，尤其 Gemini 的部分的画图能力真的非常强，比 ChatGPT 厉害。好，但是我们现在讲第2名没有别的，第2名当然就是中国。那现在刚刚前面提到千问要知道其实千问当然大家在测试有几个测试的指标，当然都是输美国的，但原因在哪里？因为他们现在都用中国的晶片，因为毕竟不是用辉达现在最好的晶片。是，但是呢，以现在阿里巴巴的千问受到瞩目的地方是，他用的可以说是他是用华为的自己晶片。但他自己在写这个架构的效率，特别是所谓 AI Cloud， 也就是说 AI 的晶片算力在云端提供的时候，中国现在是另外一个系统，而且不要忘了，中国是开源系统所以跟美国的部分的落地场景不太一样。我要跟各位讲最近因为都在说DeepSeek 都在今年出来之后都没有什么新的更新，就只有一点点，大家都觉得 DeepSeek 好像不行了。各位千万不要小看我有独家消息，现在 DeepSeek 的话很可能在今年年底或明年初，例如在今年2025年年初，它推出的一个新版本的时候，就当场把整个美国的 AI 类股。你知道，立刻就把整个的 ChatGPT 都打成巴烂了，而且它作为开源模式，给全世界的商业各方面都可以用。我知道现在 DeepSeek 的新的版本已经在测试了很可能在今年底或明年初的又像今年初一样，我觉得会有它厉害。那 DeepSeek 现在最近为什么没有急着推出？主要是因为中国的要求。同样的，他们就在用一个所谓都是中国大陆华为的次级的 AI 晶片，但是希望能够做出能够远比或者是追上美国我们刚刚讲 Gemini 3.0这个部分的这个水平所以大家现在放在中国是输的，是第2名，但它的原因就是没有用辉达晶片，而且在发展自己的包括这种数据结构的。大集丛的就是说几千片、几万片的这样子的这个算力晶片一起来做新的这个算力结构所以我认为还是可能要到真的中国大陆的部分的 AI 差很多吗？我看要到明年1、2月农历过年的时候还有得看，可能还有得看好，这 AI 大战真的太精彩，时不时就会蹦出一些新的东西让大家玩确实，我跟上次这个样，手机里面也是好几个 AI 软体，所以我们现在都赶在这个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风口浪尖上，就是人工智慧。那不管是技术升级的迭代极快啦，包含中美、中东、欧洲、亚洲各国，大家都在努力寻找我能在这个产业链当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卡一个一席之地。不管你是开发晶片的、软体设计的，还是像台积电也好、晶圆代工的，只要绑定到 AI， 你的公司就有前景。可见未来的10年呢 ，AI 不只是产业竞争，它更是国与国之间一个新的外交语言、一个新的武器跟新的筹码。所以，如果我们以前瞻角度来看，
介大使过去很多这个外交的场合，可能大家是谈经贸，然后一些农产品、水产品干嘛的。未来 AI 基建、算力、晶片这些，就是下一个时代的筹码了吧？那当然了，这个是人类，就是说地球上各个国家哈，它必须如果说它不要变成2流国家、3流国家，或者说是一个怎么样，是一个产业链的末端的话，而不是领头羊的话，那叫 AI 上它必须要有自己怎么样，自己的一片天呐。不过现在看起来，我们把这个阿拉伯算进来，我不晓得为什么阿拉伯有这个机会。哦，他们石油国现在买很凶哦，他只有钱，他只有钱。可是我最近听一些朋友在讲说，美国跟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在 AI 哈，不管芯片，还有就是说这个所谓的大模型啊，那这2方面的话来讲的话，双方的工程师的差异啊，这个数目哈，几乎10比1啦。哦。中国大陆这方面的工程师非常的多啊！你去美国矽谷，你去美国的这个重要的这些啊，这相关 AI 产业的他的工程师也是中国的，也是中国跟这个印度的，所以这一场竞争啊，当然外交上我是很看，可是它要落实到实际面的话，有几个很重要的一个哈，第一个就是技术能力。那技术能力的根源有2个，第一个你有钱，第2个呢你要有人呐，对，那你要有持续的政策。那中国大陆在这方面比的话，我认为是领先的，我认为在领先的。那现在短期看起来就变成就是说，因为美国事实上是基础稳，那么哈，它一直是在这个尖端的部分啊，它占有优势。可是呢，这个哈，现在在 AI 的硬体方面，我们就黄仁勋来讲的话，他不认为他能够领先多久嘛。就是说 AI 的我们分2个，一个是硬体，一个是应用。对，一个应用软体的部分，软体讲的是算法，那这个硬体是讲的是算力。那事实上算力来讲的话，现在这个NVIDIA 它是领先是没有错。是。可是呢 ，NVIDIA 的老板也是说，中国大陆的紧追的距离是很近的。对。那另外一方面，就算法部分、大模型部分的话，我觉得的话，那这个部分会不会变成2个不同的系统啊？我觉得还是短期内不会。为什么？因为美国现在有它的最好的模型出来啊，它有它的这个模型，大家都觉得很好，像我们现在又有新的啊。可是美国能够，他有一天跟这个中国大陆讲说，我现在禁你所有的 DeepSeek， 你 DeepSeek 也好，你千问 NPP 也好，不准进美国市场。那中国大陆也说，那你这个也不要进中国市场。那中国大陆基本上本身就有14亿人了，14亿人的市场，你美国3.5亿，你美国还要把欧盟拉过来，你要把日本拉过来，你要把很多国家拉过来，你加起来不过才10亿。那中间还有个印度，还有这些人口很多，可中国是一个成熟市场，所以我觉得美国在这一方面会不会有一天把中国大陆的东西我不让你美国来，那相对人中国大陆也不让你美国来，是，那基本最后呢，尤其这个纯的所谓的算法的部分 ，DeepSeek 已经证明了中国人的这个工程师的头脑不在于你这些你这些细补的美国工程师的头脑嘛，对，都已经。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刚刚那个尚志宏也讲了，是因为中国大陆的这个这些就是说算法它的算力的部分是用比较刺激的晶片，它如果硬体也赶上来的话，那这个就很难说了。所以我认为基本上天下要定于一很难，我觉得科技最后要定于一要很难。美国你看也现在你这个ChatGPT 出来了，对。马上又出来了，Google 又出来了，他又超越你了，对不对？那中国大陆一样啊，你那个 DeepSeek 出来，现在这个千问出来，对不对？文心一言这个都有啊，那是不是大家就是还是在一个百花争鸣？可是最重要就是我们这个外交部，我们属于政府的部分，我们是规则制定者，我们做一个规则制定下去的话，我今天美国我做硬体方面对中国大陆的制裁的话，中国大陆报复能力是比较小的。他非得用你的东西的时候是这样，可是如果说在软体的部分，我美国今天说你中国不能进来，
那中国大陆也可以说你美国都不能进来。那最后就看谁的市场厉害了。中国大陆市场今天连硬体都打不，美国都打不垮中国的华为。中国靠什么？中国华为的这个终端装置，最后是靠中国大陆的这个庞大的市场在支撑它。所以哈，它本来是全球的市场，这是硬体，可是软体就不一样。是现在美中持续在做高科技的晶片博弈哦。那这个情势要出现重大逆转的讯号了吗？怎么说？正当全世界都以为美国要持续掐住中国发展 AI 这个高端晶片咽喉之际呢，彭博社他们有一个劲爆的消息哦，说现在川普政府正在讨论，我们要不要开放 H200的晶片呢？重新再卖到这个中国市场。那之前白宫明明才大张旗鼓的把像 H100、H200还有 Blackwell 这一些全部都要进入到这个管制名单、禁售清单，结果现在 H200不是一个低阶的东西呢，现在又考虑要退一步卖给中国了，而且美国内部甚至有消息指称呢，这竟然是一个折中方案，因为他们不敢卖 Blackwell， 怕辉达的营收崩塌啦，整个拖累美股，这是川普最不想看到的，因为美股就是他的底气。然后还有怕挡不住中国这个国产晶片加速研发一路狂飙的生态，所以我卖200给你是一个折中方案。那当然呢，这个一下卖一下不卖都是你美国在说的玩法，中国当然也不乐意嘛，所以他们现在也是呢政令来促使自己要加速研发自己的产品，包括华为这边重磅消息，未来3年要推出4款的新产品，甚至这个升腾950的 PR 在明年的第1季要上市，它的目标呢，甚至是对标辉达的 H100哦。所以虽然没有到 H200那么厉害，但是100也可以让现在中国自主的算力呢有一个基础的保障。好，那也是希望能够早日摆脱像辉达啦、AMD 这些产品的一个系统性的脱钩，达到系统性脱美这样的一个自主权。好，川普为何现在不断改变，又忽然要卖你 H200了？此时此刻正在实施 AI 自主化的中国，会买这个账吗？还是我就等到明年 Q1 看这个好不好用？好用的话，我就不要买你的。杨老师怎么看？买还是会买了，但是华为的突破以及举国体制政策上的扶植的加快速度是不会停的，而且可能会更加速。但我讲的买可能是民间的买，政府就是北京这边看它会不会延续当初对 H20的质疑，那对 H200那是不是同样的态度 ？H200我看在 NVIDIA 的官方网站上面，它是 H100的容量的2倍，所以它叫 H200。那当然一个说法就是在釜山会议之后呢，川普就了解了。他不可以再做川建国了，那基本上其实还是要顾及到美国企业的利益，以及呢，还是这个市场，大陆的市场还是很重要，是美国的收益以及未来研发的这个最重要的一个收益来源。所以呢，黄仁勋跟白宫里面的 AI 沙皇叫 David Sachs， 在这个议题上就十分支持，不只是个议题上支持了。之前另外一个案件就是在美国的国防授权法里面，是不是要放一个法案叫 GAIN AI 它这个名称是挑第一个字母，其实就是指保护美国基础建设效率及国安的法案。那他就说，如果硬体的公司像 NVIDIA 要卖的话，先卖给美国的企业，有美的企业其他国家，那然后呢才可以卖给中国。那当然，我们看到像 Amazon 或者是这个 Microsoft 就欢迎这样的做法，可是 NVIDIA 是全力反对那这个反对当然一方面是黄仁勋的这个企业现在是美国一样嘛，我们台湾的护国神山如果是台积电人，美国现在护国神山就是 NVIDIA 了，那全世界第一个市值超过5兆美元的所以呢，它的这个大陆的这个现在在9月10月的时候，它的市占率一下掉了6%，掉了63%，只剩下30亿美元。过去曾经是占95%的，所以这一阵子 NVIDIA 黄仁勋不断的喊零就是零就是零，就是已经掉到快零快没有了，他非常的悲观虽然他的获益还是不错，因为他从沙烏地阿拉伯、阿联酋里面获得了很多的市场，可是呢，这就是也许在国安跟市场之间的一个折冲。那第二个是，我觉得其实是有一点晶片换稀土，也就是说，了解到中国大陆这个稀土的方案其实还没有100%的明确。是不是真的延后1年，以及整个审查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会有怎么拖延？因此呢，
他在这个 H200上面也采取一个就是说某种程度的这个妥协，又顾的 NVIDIA， 又顾的稀土，然后呢又顾的中美关系，大概是这个角度吧。至于大陆这边买不买，那有东西卖，我们为什么不买呢？买来再看看差距在多少。那我想接着问委员，之前我记得您上节目的时候有提过就是中美的晶片仅差一步之遥的说法。所以说，如果现在美国一直在放话说，卖给你中国 H200晶片这样的风声，一方面是不是在打心理战？还有中国自主研发的这个升腾950P啊，很快明年过完圣诞节，其实马上就要上市了。那如果它真的是可以成为 H20甚至是对标 H100一个不错的替代品的话，那还有必要一直受限于美国一下卖一下不卖的这样的一个做事吗？其实科技战也好，心理战也好，背后都是财务战啊。这个赚不赚钱才是硬道理啊。其他的都是台面上的话而已啊。2022年我讲过，中国的晶片产业可以花5年的时间赶上美国，那5年嘛，就是2027年，所以我们的静待还有2年的时间。这2年时间是中国大陆考验自己，但我认为它能够做得到。除了说成熟晶片都更不用讲了，我们就讲 AI 晶片。AI 晶片，它现在的华为、升腾啊，是全力在赶工。那能不能追上 H100？我认为这不是问题啊。它现在基本上，已经准备了如何跟 H200来对标了。那只是生产的关系，先推出 H100。因为科技产业通常这样，我投了多少研发费用，到什么程度，我先要回收，等到下一阶段啊，我再推新的。可它研发一定超前进度，然后每一段时间把这个我刚才讲财务原因，把投下去的研发费用收回来。那中国大陆如果不买 H100，不买 H200，或者买的少的话，对辉达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财务压力。因为当它越发展到 Blackwell 或者明年要出现 Rubin， 会有个现象，就是越高端越贵，越贵买的越少，到最后剩下大概中国、美国会买。我举一个例子，那个ASML 哈，那个 ASM 那个荷兰的光刻机就是这个现象啊，它现在已经造到了顶端的这个所谓的 EUV， 已经到了一架4亿美元。真的，对不起，谁买？台积电买一架，没了，没了。为什么？啊，你不让中国买，那你叫日本买吗？日本还在初级阶段，全世界没有人会买这么贵的。可是你投下去研发这个4亿美元一架的光刻机，请问你花了几百亿的研发费用下去，你不能回收的话，就会在今年不断的产生债务的累积，这个就是现实啊。所以如果辉达出现了营收减少，而且投下去的费用那么高，获利稍微没有像以前那么理想，那当然会拖累美国的股市。美国的股市一拖累的话，那是变成是会扩散出去，所有人财务受损，就会影响到消费，因为股票投资者赔钱；影响到投资，因为公司没办法发行新股。所以这一连串带动出来的影响，会跟台湾一样。所以说，台湾如果台积电离开了台湾之后，台湾的经济会开始往下走啊，这是没有办法避免的啊。那一样的，如果 NVIDIA 找不到新的大客户，我讲大客户哦，你 Blackwell 现在已经卖得不太好啊。只有沙特阿拉伯在买，还有美国自己几家在买而已啊。对。那如果 Rubin 出来，效能很高，力道很强，但是太贵了，不能回收，那就对不起啊，您就要停摆，不能回收。你每一个，不然我也不知道投了多少钱下去研发 ，Rubin 不知道投了多少钱下去研发测试、试产，都花很多钱，那只要不能回收，它的成长动力就停止了。所以中国大陆的市场能不能打开，关系着辉达的成长动力，也关系着美国股市的成长性。那川普不在乎辉达，也不在乎中国，甚至也不在乎美国自己，但他在乎美国的股市，因为他的好朋友全部在股票市场上。真的，是的，是的。好，确实这个中国市场对于辉达、对于黄仁勋执行长很重要，也难怪前段时间他访问都是穿着唐装跟大家这样说中文。我们继续观察，还有中国这个成熟制程已经够强了，但现在就是要在先进制程急起直追嘛。一个市调机构集邦科技就发了一个惊人的预估，认为2023年中国将掌握全球半数的成熟制程哦。那他们到时会有全球超过50%的成熟制程产能，然后还有全球12寸晶圆代工的产能，年复合成长呢，全世界只有10%，但是中国是翻倍20%。
以及今年6月武汉的碳化矽大厂投产年产36万片，来提供现在这个100万辆的中国电动车蓬勃的需求。所以成熟制程，大家经常误会，以为它是落后制程，但其实它不是啊，它反而是跟这些民间汽车、工控、电力、通讯、老百姓息息相关这些刚需的产品啊，很重要。但一旦中国掌握了全球半数的成熟制程之后，我们说这个半导体的市场有没有机会重新洗牌，然后成为中国第2个继稀土之后呢，成熟制程也可以作为一个战略的王牌？舰长怎么看？已经是了。已经是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回头看一下股价在2022年9月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来看我们台湾成熟制程的这些晶圆大厂全部都掉价，为什么？因为中国大陆开始整个成熟制程大出台，然后接下来它就开始，只要中国大陆它进入了量产，任何一个产业它进入了量产，它就开始进入白菜价。对，它一进入白菜价的时候，对不起，无与人能比。也就是像刚刚讲到电动车就是如此，被卷爆了。对，那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那也就是说，为什么台湾的那个晶圆厂，也就是成熟制程的晶圆厂，全部通通都在掉价？因为中国大陆在砍价。那这也就是我们看到的。另外，我们再回想一下，大概在1-2个月之前的安氏半导体。我们讲到安氏半导体的话，那你荷兰的厂，你为什么不在荷兰自己做？你为什么封装测试以及部分制程要在中国大陆做？因为中国大陆做其实物美价廉，然后你才能够赚取更多的厂商利益这个部分啊，所以你才愿意到中国大陆来投产，不然你为什么不自己在荷兰产呢？这个也就是最大的问题。但是其实安氏半导体的部分呢，如果问到这个他的文泰科技的母公司的话，他说这个问题还没有完全的解决啊，也就是荷兰暂停了这个行政命令呢，但是这一家公司的控制权到目前为止依然未解。所以我们这样讲啊，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2025中国制造，所以我就说就不用等到2030年，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可是2030年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我们将会看到的是中国标准，那也就是我们现在谈到的，有关于先进制程，我们平常可以用到什么？我们平常用到的最多就是手机而已，其他的通通都是军事或者是 AI 在使用，我们根本用不到。可是我们天天的，哪怕你开了冰箱，或者是开电视，用这个洗衣机，全部通通都是成熟制成的。那其实中国大陆掌握了每个人的生活，那它也就是说，会让全世界重新洗牌一次。那刚刚其实按照那个郑源老师的说法，也就是高端的都那个未来都会被美国掌握，因为台积电要到美国去了嘛。那但是呢，我们台湾又在成熟制程这一片又竞争不过中国大陆，那我们还剩什么？